在现实生活中，尤其是在很多行业里，大家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尊重，往往不是看年龄大小，而是看资历深浅、入行早晚。这种现象特别普遍，尤其是在一些需要经验积累的圈子里。那些入行早的人，哪怕年纪不大，也可能会摆出一副前辈的架势，自认为比你高一等。你要是刚进这个圈子，想让他们瞧得起你，光靠嘴皮子功夫可不行，可能得拿出点真本事，比如干出几件让人眼睛一亮的成绩，证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。社会挺残酷的，尊重这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随便得到的，不是你笑脸相迎，客客气气，别人就会给你面子。现实里，很多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有一杆秤，掂量着你到底有没有分量。我琢磨了一下，觉得尊重这东西大概能分成5个层级，从低到高，层层递进。下面就跟大家聊聊。第5层，年龄。在东亚社会，比如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传统上有个观念叫尊重老人。年纪小的人见了年纪大的，多少得客气点，甚至得用上敬语，像您、老师傅之类的。这种文化根深蒂固，过去确实挺管用。但现在呢？市场经济一冲进来，这套老规矩早就站不住脚了。那些在旧时代长起来的人，我总觉得他们十有八九有点老流氓的味道。你想想，经历过物资匮乏、竞争激烈的年代，能混出头的人，多少得有点心眼和手段吧。我不是说他们不值得尊重，但前提是他们得靠自己的言行举止让我服气。光凭岁数大，我可不会买账。比如一个60岁的老头，整天倚老卖老，什么本事没有，我凭什么尊重他？所以，年龄这层尊重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真的越来越薄了。更扎心的是，家庭里也一样。父母如果没钱没地位，孩子长大后迟早会看不上你。别指望靠道德、孝道或者教育能扭转局面，孩子不是傻子，他们看的是你能不能给他们撑腰，带来实际的好处。如果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尊重？所以说，想要孩子敬你，靠自强才是唯一的路。第4层，能力。再往上一层，就是能力。一个人要是本事强、经验足，别人自然会高看一眼。尤其在职场或者某个行业里，那些资深的老手，很容易就能赢得新人的尊重。比如一个技术大牛，随手解决一个难题，底下的人立刻就服气了，喊声哥都觉得理所当然。不过，这种尊重其实挺功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，跟你搞好关系，能学到东西，能赚到钱，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比如你是个项目经理，手里握着资源，能带团队出成绩，那谁敢不尊重你呀？反过来，如果你有点影响力，他们要是得罪了你，传出去可能就没办法混了。毕竟圈子里的人通常会偏向老人，新人再有理也没人撑腰。所以你要是刚进一个新单位，想让人瞧得起你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干出点成绩，让大家看到跟你混有肉吃，有钱赚，他们自然会围着你转，嘴甜的叫你哥姐，生怕惹你不高兴。说到底，这层尊重是建立在利益上的，你行，他们就服，你不行，呵呵，谁理你？第3层，财富。再往上就是财富。别管大家嘴上怎么说，心里都羡慕有钱人，也愿意尊重有钱人。社会就是这么现实，没什么复杂的。你看那些有钱人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人点头哈腰。举个例子，你去新单位上班，每天开辆50万以上的车，同事们一瞧，态度立刻不一样，客气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钱代表实力，代表你有资源，能办事。网络上也一样，做自媒体，搞网赚，谁赚得多，谁粉丝多，大家就觉得谁牛，谁值得尊重。道理很简单，钱是硬通货，能看到、摸得着，比空口白话强多了。可讽刺的是，赚钱偏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。所以，想靠财富赢得尊重，哪有那么容易呀？难，太难了。
第二层，权力。再上一层就是权力。在某些地方，比如印度，权力简直就是一切，能压倒所有东西。别不信，我举个例子，一个村长看你不顺眼，就能随便把你的微信号封了。这不是瞎编，你上网查查就知道。还有，一个县长就能随便拿捏大老板，像马云那样的牛人，在权力面前也得低头。为什么大家怕权力，尊重权力？因为心里面清，得罪了权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有100种办法收拾你，你跑都跑不掉。所以，这种尊重其实是恐惧。你看那些厉害的管理者，管人靠的不是利益诱惑，也不是感情牌，而是让人怕，让你不敢不听。恐惧这东西比什么都管用。第一层，狠毒。最高一层是狠毒。俗话说得好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有些人天生就是滚刀肉，走到哪里都横冲直撞，动不动就撒泼耍狠，大吵大闹，谁见了都头疼。这种人你惹不起，只能躲着走。大家都怕他3分，尽量不得罪他。不过这种狠劲是天生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不能装，装也装不像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下场都不太好，迟早把自己玩进监狱。毕竟靠蛮横混出来的尊重走不长远。每个层级的尊重背后都有代价。能力得苦练，财富得拼命赚，权力得拼运气，狠毒得豁出去。你想要哪种尊重，就得付出哪种努力。没办法，社会就这样，想让人高看一眼，你得拿出真东西。光靠年龄或者虚头巴脑的客套话，早就行不通了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